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昔日雷家一门4子，今天只剩下千虎一人独挡。谁说只他一个？唐门这次来，不是来寻仇的，你们是来灭门的！跳！沙不见为何突然要走啊？难道是他感觉到师傅的剑意了？师傅为什么要换走他？难道真的晚了？请你10殿轮番走，安能留魂在人间？你们这些年轻人，给我看好喽！雷千虎，原来你的伤早已经深入血脉，你刚刚只是在硬撑。硬撑，破船还有3000钉呢。阎魔掌是云梦低估他了。你已受伤，先行离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是。住手！9天引雷，云中之鹤。可惜，你来的太晚了，你的兄弟已经是个死人了。站住！千虎！走。千虎，刚刚强行运转了五雷天罡拳的第9种。你疯了！你怎么使出那种自杀的拳术啊？你们要听好了，我雷家有3门绝技，你们可以分别选择一门来主修。这第1门，雷家无风拳。哇，好厉害！第2门，惊雷指。哇！第3门，会不会是最厉害的？应该会。五雷天罡拳。啊，这算什么呀？好强！这五雷天罡拳是我雷家绝技中威力最大的，只是这拳伤人亦伤己。第9重名为灭天，灭的不仅仅是天，更是你们自己。雷门生死之际。
门主，门主！你们要听好了，红哥，再练5年，我们就去闯荡江湖吧。5年？不行，太久了。3年，3年后就去，一言为定。那我呢？你们怎么自己立约，不带我？千虎，我和红哥去闯荡江湖，就是要在江湖上打响我们雷门的名头。可是如果我和红哥在外面有什么不测，那雷门怎么办？所以你要在我和红哥不在的时候守护雷家。好，哥，那我等着你们扬名江湖的消息，我会守护雷家的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功9万里。9天引雷术，大家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内力？万树飞花，雷门双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，也只有一个死字。我们说，不死！胡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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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来晚了。唐莲，你是要与师门为敌吗？老太爷，此事之后，唐门的法我认，但我心中的道，我当守。研魔掌，那想必这位就是暗河大家长苏昌河了吧？倒是有几分见识。那么，我猜你是……劳烦这2位雷门前辈，就拜托你们拖住这位大家长苏昌河，我们对付唐老太爷。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们的爷爷了，与你们这些人动手，我老人家还真是有点不堪呐。不堪？前辈和晚辈动手，就算是不堪吗？我倒不这么觉得。本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年纪大，不代表道理就大。你们勾结暗河，偷袭雷家堡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堪。哟，刘杰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了？情之所至，性之所起。那便来。唐老太爷有近70年的内功修为，真气护体恐已入了化境，刘杰伤不到他。唐门有一暗器，专门可破护体真气。唐莲一怒，可敢一战唐门老太爷？刘杰，拼尽全力，我相信你。小色，我若用出那招，10招之内我便会不省人事。那便撑上10招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虽然你总是骗我。小小年纪竟能入得了那逍遥天境。
险线所传，指落云烟。世间所有的兵器，全都是活的，它们都有生命，都有灵魂，能跟它的主人心意相通。你看好了，风可以很温柔，但也可以凛冽如刀割。此枪为枪仙所传，名破风。小桑，我接了13招，送了你3招，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天洛，师姐，小泽，你走。擎天剑的刀法，有意思。老太爷，回头吧。唐莲，你很好，现在敢于我动手了，只不过这个程度还不够。老太爷，我求你，回头吧。回头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带他们走。只因你们叫我一声大师兄，所以在我倒下之前，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大师兄，快退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！现在可否算倒下了？还不够。哼！既然不够，那就对我出招吧。我不会再用唐门暗器。你这是要彻底摆脱唐门，加入雪月城吗？我刚才对老太爷使用了一招唐门暗器，心中有愧。我没有资格再用唐门暗器。既知有愧，为何不退？守我心中之道。小泽，你快走，我们都可以死，但你不能。走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大师兄！无极棍。若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世上只有一个司空仙人，一个叶若依，一个唐明，一个雷无极。所以今天，
血都不能死。小色，你还真是个高手啊！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不会武功，骗你。但是你们高手为什么每次不早点出来呢？一定要看我们都倒下来，才出来逞英雄。对不住了，小韩火。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它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前功尽弃，性命危险。我应该早点站出来做个英雄。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小四，今天是他们逍遥天境。老太爷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便是所谓的北地第一天才，年纪轻轻，内力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。为何我们的内力无法直接打向他，而是在三人体内流转？唐师兄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现在无论谁向前，都只有一个结局。什么？死。老太爷，你这小子，居然杀了老太爷！我来给老太爷报仇！小四，小四，小四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们收到老堂主的来信。阿爹，洛清扬出城了。是的，5日前，洛清扬离开了木良城，奔着天启的方向来了。以他的脚程，岂不是很快就到天启了？洛清扬是赤王的义父，一定是赤王让他来的。看来赤王想直接撕破脸皮，让孤剑仙来攻城啊！哎，萧瑟，这孤剑仙在5大剑仙中实力如何呀？比起当日的赵玉珍，他只强不弱。不过洛清扬这个人生性孤傲，不会轻易听从赤王驱使，一定是赤王叫他来带走什么人，他定会全力出战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他要带走谁？宣妃娘娘。
江湖上倒是有些传闻，说洛清扬对师妹易文君情根深重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宣妃2次改嫁都没有选择他。孤剑仙的境界已经到了半步神游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我们写信给阿爹？3城主离不开雪月城，无双城又紧盯着雪月城的一举一动。如今2大城主都不在，再走一个，仇视雪月城的势力就会动。看来还是得靠我们自己啊。通知无双城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是。殿下，孤剑仙来天启挑战，怒剑仙前辈不是在吗？为何还要去找无双呢？虽然大师傅和孤剑仙同为5大剑仙之一，但是真比试起来的话，大师傅想要取胜，还是很难。可若是连怒剑仙前辈都不是对手，那无双城的小城主就更不可能战胜孤剑仙了。他若是受了伤，殿下岂不是损失了1员大将？若消息是真的，无双真的可以完全操纵无双剑匣的话，那么他与孤剑仙还有一战之力。不知他们会作何打算？他们，我相信楚河一定也在想他的办法。何人敢来雪月城捣乱？哦，你就是那个无双城的小城主。城主就城主，为什么加个小字？果然是宋彦辉的狗徒弟。走！此人剑术精妙，竟然在师傅之下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。我方才悟出6国之术，还不熟练，他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住手！无双城主，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是想找我一战吗？期待已久。您说，清霜、风萧、绝印、杀生、破解、红叶、蝴蝶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去！这10柄飞剑，恐怕还不够看。那再加上这2柄呢？好，忙！司空城主觉得如何？虽有一战之力，却无一胜之机。我明白了，那便先战胜一战，再寻一胜之机。多谢司空城主。你来到雪月城，难道就想给我展示一次飞剑吗？我得令要去天启，此去无归期，便想了却一些心愿。此行来到雪月城，一是想见一下司空城主，了解我如今的实力；二是想见见落霞仙子。见我？见我做什么？这个，我师父他已经放弃追逐什么剑仙之位了。如今他在我无双山后山剑庐隐居，他说他想明白了，若是仙子愿意，还请来无双城一叙。续你个仙人板板！哎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。师傅，你可不能答应他。你看那个不要脸的家伙，那明摆着就是想吃回头草了。师傅，你不能去啊！师傅，跟他走又怎么样？呸！我才不会跟他走呢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嘛？你又不是小孩，没有师傅你不能活。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嘛，所以宋彦辉能给你的，我全都能给你。说什么？这是表白？不是小孩子了，大人给的，你也都能给。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奇怪呢？
你脑子被打坏了。我没坏。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要是没有动心的话，我脑子才坏了呢。我是你师傅，所以嘛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记性不好，但这诗不是这么念的吧？我早就看你这臭小子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这么跟仙子讲话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有多少青年才俊是这样跟仙子讲的，都被仙子给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怎么了？徒弟难道就不能跟师傅在一块儿吗？嗯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跟他说，我不去。有些事情，一辈子只能等一次，上一次放弃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师傅说的对。哎，臭小子，嘘，闭嘴！看来燕子有回时，爱卿无归日，替我师父遗憾一下。告辞。客官，店里还有吃的吗？真是对不住啊，客官，厨房早就停火了。我看那位姐姐那里还有些吃食。客官，3色。这位姐姐，我一路奔波，有些饿了，能否分我些吃食？你可知，即便是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同门，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吃饭。为何？因为我擅长下毒，你所喝下的每一杯酒，都有可能是穿肠毒药。无妨，伙计。哎，客官来了。酒杯。有点意思。今夜的月色这么好，姐姐一人坐在这里饮酒，是在想什么伤心事吧？有意思啊，无双城小城主。你认得我？我认得你这剑侠。你可知我是谁吗？我记性不好，师兄可能跟我说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我是暗河穆家家主穆雨墨。原来如此，素闻暗河穆家美女甚多，今日一见，传言不虚啊！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孩子。我若是再敢往姐姐身边靠近一寸，姐姐就会折断我的手脚吧？那你试试啊！我可不敢。来吧，姐姐，咱俩喝一杯，顺便聊聊你眼睛里的那个人。哦，我眼睛里那个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？
去雪月城，听说那个新任的少年城主，已经可以熟练地使用无双剑匣了。江湖传闻，他是去挑战司空长风的。不可能，无双城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雪月城动手。这些江湖人妄图去揣测两位城主的心思，实在是可笑。说起城主，另一位城主也出城了。他是去往天启了。他是赤王的义父，此去天启，应当是给赤王坐镇的。雪月城这边，大城主还未归来，二城主身负重伤，三城主迫于江湖局势未能出城，倒是没有人去助阵。谁说没有的？唐门便可去助阵。唐门？我们和雷家堡暂时没有缓和的可能性，但与雪月城的结盟，不可轻易放弃。而且，我看好那个叫萧瑟的孩子。今晚约好，启程吧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房间里好好疗伤吗？是啊，我还说把早饭给你送过去呢。受点轻伤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吃吧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因为他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在这站了半天了。孤剑仙洛清扬，师从天启影宗，乃萧氏皇族的隐秘护卫。后影宗覆灭，如今世上的影宗弟子只剩2人。另一个是宣妃娘娘。没错，洛清扬是影宗最出色的弟子，后做了先帝的贴身影卫，救了先帝很多次。先帝为表彰他的功勋，临死之前送了他一座城。洛清扬选了西边最荒凉的木梁城，据说是为了练他的凄凉剑。凄凉剑？对啊，凄凄凉凉，生来无父无母，同门师兄弟都死光了，心爱之人嫁了2次，却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你说这样的人气不气人？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1人，并且再杀1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杰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走走走，快点儿！快来！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
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杰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杰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啊，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
前来关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，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草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啊，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白领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多给我时间养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怎么会这样？圣上遭行刺，驾崩了！不要喊！圣上遭行刺，驾崩了！你喊什么？圣都抓起来！驾崩了！驾崩了！圣上驾崩了！皇上驾崩了？没有，别慌，还有一息尚存。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中毒？中毒？我明白了，他早就料到我会这么治，他就想让我这么治，他想让圣上死，他想让圣上在这个时候死。师父，我们还没有输，圣上还有一息尚存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说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大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驾崩了。什么？是洛清扬？我刚才感受到九河剑出手凶厉，的确是为了杀人而去的。但是在皇宫之内遭到了一股极强的力量阻拦，并且折返回来。明德帝或许没有死，
或许被其他人杀了。重儿，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回白王府。为什么？你看下面的洛清扬，看他的眼神，我从未见过洛清扬这个模样。莫非是他刚才耗力过多，所以已经走火入魔？他若入魔，定会杀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。殿下，到这里便足够了。今天的天启城还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。他已经入魔了，快点离开这里吧。先生，若一会儿天启城明乱，求您先去救天启城，无需管我。你说什么呢？请先生答应我，先救天启城。师兄，你来了。回阴宫，宣妃娘娘来了。我来了。来了就好。就是来的有点晚。萧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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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瑟。侯爷，李统领，外面怎么样？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天启城之内到处都在传皇上驾崩了，还有人杀人放火。现在天启城大乱，宣妃娘娘还打伤了禁军，离开了皇宫。宣妃娘娘？是。此次天启城暴乱，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。侯爷，禁军我需要再带走一些。好，李统领，天启城就靠你了。属下告退。我刚收到白小堂的消息，南城起火了，一群不知从哪里来的人开始烧杀抢掠。北城也有暴民发动暴乱，京兆尹府已派人镇压，但是根本控制不住。西边的烟炮房也被人点燃了，附近的百姓正在四处逃离。正如萧瑟之前所说，天启城必会大乱。好大的一局棋，但他这局棋还差最后一子落下。他会来永安王府。萧瑟怎么样了？快去安排布置，庄内各方派人把守住了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太好了，父皇没事，消息是假的。无论此事是真是假，天启城的百姓都已经相信是真的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帮助李统领平乱。不许去！大师父，我与无双均在对剑之中受了重伤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这白王府。你若去了，便是落了他的圈套。大师父，曾经我双目皆盲，身处黑暗，却从未放弃过追寻光明。如今我重获光明，可天启城的百姓却陷入无尽的黑暗。我又怎么能独善其身呢？此行无关地位，只是重儿的一番坚守，还请大师父成全。罢了。
萧楚河如何了？入了永安王府，就再也没出来。咱们布局多年，今日一朝棋子皆出，他们怎是对手？只是那白王带着他府内高手正在外面平乱，加上卢剑仙，给我们造成不少麻烦。上下两军那边得到消息了吗？过了这血之夜，明日晨起，他们就会入京，恭迎殿下登基。好。可据宫里传来的消息，父皇还没有死。最多熬不过今晚，请殿下放心。那今晚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只剩一件了：杀死萧楚河。师父，快！拜托小神医，哪怕治不好皇上，也拜托你让皇上撑过今晚。拜托了。好。换一个。师妹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师兄，我随口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我本以为，待我养剑养得足够强大，便可天下无敌，届时就可横扫天启，将你带走。只怪我自己太自负，太无知。江湖人杰辈出，怎会因你一人而停下？如若我可以早些明白这些，你我便不会一个困在孤城，一个困在囚笼。师兄这次来，是想带我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，我便带你去哪里。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想要去哪里。我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了。还没出嫁的时候，在家闲不住，有时间就想往外跑。父亲曾经说过我，骨子里带风，注定一生奔走。造化弄人，我竟在这宫里一困就是10几年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自由了。师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带着世儿和雨儿一起走。好。小嫂，我记得你上次像这样躺在我面前，还是在建筑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从心底里担心一个人会突然的离开。离开雪月城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我自己，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可是每次发生危险，都是你冲出来保护大家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。为什么大师兄会同意带着你一块儿上路？现在想想，幸好他同意了，要不然我们要晚好久才能见面。我好像还应该感谢雷无极，幸好他去了你的客栈，欠了你的银子。萧瑟，我已经失去大师兄了。
我不想再失去身边任何一个人。拜托你，如果你听得见我讲话的话，快点醒过来吧。1年前，我背着师门偷偷离开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提升剑术，提高境界。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父那样厉害的人，然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扬名立万。很快，我便遇见了萧瑟、吴昕、师姐，还有大师兄。我的伙伴越来越多，遇到的对手也越来越强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在我有能力保护天下之前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伙伴。可是大师兄死了，萧瑟一次又一次的受伤。起初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现在我却只能坐在这里。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有，很愤怒，又很无力。其实你坐在这里也是一种保护。你看，前面就是大门，后面是萧瑟住的房间。想要进入这扇大门的人，就势必要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，而你就守在这里，他们就要掂量掂量，是否能够打败你，或者如何打败你。你是他们不敢轻易闯入王府的理由，你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？其实有你在，我安心了许多。你看，我心里也是害怕的。别怕，我一定会好好守住这里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们任何人。这回，我可真的要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你就不多住几天再走？天启城如今大势已定，狮王府已被查封，那诡异夜鸦也已经伏法，月姬我也治好了。你们稍后把他送去寒水寺与明侯重聚即可。这里没有我的事了，我当然可以走了。那你直接回天外天？我先把母亲送去木良城，待她心情平复之后，再回天外天处理一些琐事。等一切落定之后，再来找你们。萧瑟，我们去那边等你。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，
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做那域外宗门的大宗主？你在他们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想象不出我当大宗主的样子，我也想象不出你以后做皇帝的样子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现在距离皇位只有1步之遥。我想问问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，我给不出答案。教你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待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你把门一关，在那个位置上坐一下，然后当下的想法，便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。听起来有道理，我试试。走吧。太乙君厨房。小嫂，我们和吴昕还会重逢。混。参见父皇。你来了，父皇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？啊，如今老七已经死了，锦轩嘛，也很快就要去守皇陵了。他是陪着姑一起长大的，算姑求你，饶他一命。儿臣不敢。刚才小神医跟姑说，姑有2个选择，一个呢，就是可以活下去，能至少保1年的寿命，但是不会再下病榻，也可能再也没有清醒的时候了。3公子沐春风，救姑有功啊！赐雪松长传一架，就叫春风号吧。啊，谢陛下。姑年轻时和你父亲曾饮酒作疗啊。你父亲呢，野心很大，他能够允许你来天启，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学医呀。他想要什么呢？一架长船，恐怕是不够的吧。让你这个朋友做皇帝，
够不够啊？父皇，愿意当皇帝吗？哎呀，当年呐，先皇也是这样问姑的。姑当时是这般回答的：皇帝是由天选，不由人选，想不想都没有意义，只是看那一刻有没有做好准备，负担这天下。姑的这个皇位呢，不是天选的，是那天晚上提着刀抢来的。可是你呢？你是真正的天选呢。听说天斩宝剑都现身了，那么这件事物，你要不要也给众人展示一下呀？父皇，您刚才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。姑还没有死，姑还是天下的帝王，姑做的任何决定不需要回答。可如果这上面的名字我不满意，我会撕了的。那天下就会大乱，你不想看见大乱，姑也不想。上面的那个名字，你满意吗？金轩，这个你保留着，不许打开，事后交由钦天监保管。是。都下去吧。楚河，你留一下。你小的时候是个从来就不怕冷的孩子，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天启城下了很大的雪，连路都很难走。可是你呢，非要去玩马踏飞雪，就一个人骑着马围着天启城转，结果迷路了，一直到了天黑才被蓝月侯给带回来。过去看你，你的手还有耳朵都冻伤了，可是你呢，还兴奋地嚷嚷着第二天要继续。记得。结果第二天儿臣就病了，那场病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儿臣还记得，父皇那几天一直陪在儿臣身边。姑心里害怕呀。为这个事儿，姑几次责怪自己，
为什么要看折子？为什么不陪你去呢？否则的话，你也不会迷路，也就不会冻伤了。儿臣那个时候，半睡半醒之时，看到父皇陪在身边，儿臣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在儿臣心中，父皇您才是唯一的神明。儿臣这么多年学兵。父皇，人生都有岔路。当我们做了选择，选了一条路之后，就注定看不到另一条路的风景。无论是仙境还是深渊，都无从得知。哎呀，骨太乏了，该歇歇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嗯，是，去吧。
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我望城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，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。 誓报此仇！誓报此仇！破军为何突然振命？白日之中，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了？经此一夜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沐雨，沐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 古师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，撤。撤！皇兄，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，有何事吩咐？听说虫儿回来了。白王。啊，听说他刚刚回府，想必一会儿就会进宫请安。怎么，皇兄想他了？他一个人回来的？难道他不该一个人回来吗？陪姑出一趟宫吧。皇兄，去哪儿？白王府。儿臣恭迎父皇。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才几日不见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回父皇，回来之后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最近正在家里休养。你身子骨不好，平日要多加注意啊。谢父皇关心。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
我知道，虫儿一定是尽力了，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。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，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，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，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。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朝路修缮完成。北离朝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，父皇叫儿臣来修，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岳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，晚了点吧？啊？皇叔，我上朝，皇叔，松手。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，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岳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
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哼，他的名字还大剑今日竟有空闲到老道这里做客，真是难得呀。国师啊，有10几年未出天启城一步了吧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让国师亲自去啊？一个故人的约定罢了。对了，国师啊，我听闻5日前陛下回都之后，曾来过青天剑一趟。而在这之前，金依兰月侯就出城而去了。大剑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未免铺垫的过多了。好，那锦轩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。陛下突然宣布要立储君，按照北离律例，这皇位传承会分成2个卷轴，一个给5大剑明达圣意，另外一份要给青天剑名传天道。只有2份卷轴上的名字一致，这储君之位啊才会承认。可锦轩并未收到那份卷轴，这心里不安呐，所以才冒昧求问国师。不知国师可曾收到那份卷轴啊？不曾。那可曾问过国师？问过。那国师可否给出自己的答案？我说过，天道只是一个可能性。老道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真正做决定的还是圣上。白可定国，赤可开疆。龙祸在野，天下难安。国师只说了这16个字，这真是国师说的？千真万确。今日散朝之后，共有13位大臣前去拜会青天剑，可是都被国师拒之门外了。只有锦轩大剑前去的时候，国师见了他。龙贤，你说一下，这16个字，你如何理解？前8个字很好理解，白王萧崇是守国之君，大概是因为他性格沉稳，做事冷静。赤王您是开疆之君，说明勇武可嘉，以后对阵男爵，需要您这样可做帅才的皇帝。可这后8个字又是变数，有了这后8个字，好像前面8个字都白说了。不仅前面8个字，其实这16个字都是白说。这16个字不像是一句建议，从国师口中说出，更像是一句箴言。定什么国，开什么疆。真龙只有1条，天子只有1位。得胜者立于高台，其余的匍匐于台下，血流成河。一代又一代，一朝又一朝，星辰日夜变换，朝代交替更迭。唯独这件事，亘古未变。
怎么样了？如剑仙和吴心在帮萧瑟一同运气疗伤，已经进去有些时候了。前辈，萧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萧瑟隐脉本来就受损，此番强行运功已经伤及到根本。我们二人用尽了全力，也只能暂时压住他的伤势，最多再能撑1、2日。那谁能救他？你师父齐天辰可以，但是他已经回到天启城了。药王辛百草也可以，可是他的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辛百草的徒弟行不行？你父亲？不是，剑心冢里还有个徒弟，剑心冢离这里不远。我可以让师叔仙鹤传书，半日可到。怕是来不及，我再尽力一试。来得及，我们还有3日完。3日完？玄剑仙下山一事，为何没有传到雪月城？唐莲求救雪月城的信，又为何现在才到？莫急莫急，至少这几个孩子已经平安无事了。韩义那边也有雷轰去追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如何不急？玄剑仙身死，雪月剑仙被逼疯，雷门遭围剿，唐老太爷和雷仙武全都死了，而我雪月城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，还是靠着雷云鹤的仙鹤传书。我雪月城朱颖号称江湖情报组织第1，难道是吃干饭的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听他细说。说，近几日，所有派去打探消息回来的朱颖，全都被拦截了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被杀了，好像是有人故意要封锁雪月城的消息。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封住雪月城？最少有上百高手。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调动这么多高手？不行，我得去寻他们。不可，已经有2位城主不在了，你若再去，无双城那边怕有异动。暗河偷袭了英雄宴，萧公子为保天下英雄，强行运功，如今身受重伤，随时有性命危险。四姑姑娘已经给萧公子喂了3日丸，还请华景姑娘速前往雷家堡。什么？他服了3日丸？怎么了？那3日丸可以激起一个人所有的生命力，所以无论受了多重的伤，都可续命3日。但3日之后若还是治不好的话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了。那你就更应该速前去了。这样，你骑我的紫流驹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嘿，路上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雷无杰，你过来喝口水吧。不用。你也在这守了1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的身子也没比萧瑟好多少。没事儿，都是皮外伤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是在关心我？看来真的是好的差不多了。反正死不了。你说话可真有意思。那个若依姑娘，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在这儿呢。明天一大早，你跟千乐来替我就好了。好。哎。雷无杰，啊，前辈，你还记得当时在雪月城我送你什么礼物了吗？啊，记得，晚来雪。那你看了吗？没看。难怪你和女生谈话还是这般声色稚嫩。我谢轩送人东西啊，从来都是对症下药的。你不要以为《晚来雪》这本书在街面随处可以买到而轻视它。但是它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哼，不开窍，不开窍啊！
真的该去看看。你们说这暗侯多年来，也就是暗中做一些取财杀人的勾当，可怎么就敢偷袭这英雄宴呢？难不成要与这天下英雄为敌？这一次啊，就是冲着雪月城和雷家堡还有唐门来的。我们啊，都是被无辜牵连的。啊，军爷，军爷，这是。想必诸位是从雷家堡回来的吧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。没什么好问的。大胆！你可知我们将军是何人？退下！莫与北离军作对。参见大将军！都给我跪下！参见大将军！阁主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问一问几个问题。大将军但问无妨，陆臣必定知无不言。坐。此次暗河偷袭英雄宴，伤亡如何？雷家堡雷千虎与唐门唐老太爷均已战死，不过却保全了现场其余人的性命。至于暗河，死伤未知，现场并未留下尸首。雪月城此次派出了许多年轻的弟子，他们赴宴来晚，正好赶上大战。不过陆臣并未见到他们。为何？据说他们当时在此战中都身受重伤，还有几个昏迷了过去，此刻正在雷家堡中接受救治。不过陆臣也只是听人传言，并未亲眼所见。好个暗河！若我闺女真出了什么事，我就是踏遍整个北离，我都要杀光他们。乖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前面还有几十里就是雷家堡了。乖。他跑不动了，再跑就要累死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那么着急去雷家堡做什么？我要去雷家堡救治病人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客官，您的马。你把你的马给我，卖给我好不好？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我给你银子。等我到了雷家堡，我再差人把马给你送回来，行吗？不用那么复杂，我们一起去便是了。小二，哎，照顾好这位姑娘的马。得嘞。雷兄弟，雷兄弟，都天亮了。我没睡，我就刚刚才睡着的。雷无节，知道你累了，赶紧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。师兄，无节师兄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我们雷家堡都围起来了。官兵？阿姨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0%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。
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清扬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钦天剑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洛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萧瑟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棍法，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。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是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所创的列国剑法，只传萧氏皇族子弟。
大开大合，霸道无比，非天赋绝佳者不能修炼。这列国剑法分为4境：绝生、破风、惊龙、碎天。大多数人穷其一生，也很难练到绝生境界。百年来，在此剑法上成就最高的是琅琊王萧若风，练到了破风境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，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惊龙一剑。萧峰，你先进去，剑我守着。东家小心，等我回来。父皇，很奇怪吧？你为何会在剑阁中见到蛊？这剑阁如此玄妙，想必我是入了什么奇门法阵了。哼哼哼，你倒是一如既往的淡然了。看父皇的脸色如此康健，声音如此清朗，倒像是我心中的那个父皇。你很聪明，因为蛊只是你回忆里的那个父皇啊，是你曾经敬仰，到最后恨之极致的父皇啊。难怪，在我入阁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，看来我中的正是心魔幻阵，所以我的心魔竟然是父皇。旧案已平，往事已了，难道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？你依然放不下，为何那日你没有鼓足勇气，强行自己杀入法场，与朕彻底的决裂？我确实因为这个选择而自责。你恨蛊，当时恨，现在也恨，未来也还会继续的恨下去。旧案已平，只是琅琊王不会再回来了，你失去的那些东西也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杀了蛊，杀了蛊，就能了结你心中的愤恨。只有一死，才能换一死，这是你心中一直的想法，这也是你武功废尽，躺在暴雨泥潭之中心里的想法吧？啊？不是。怎么？你害怕了？
曾经确实这般憎恨过父皇，即便是现在你已经做出弥补，但我还是恨。我恨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妥协。我父皇和琅琊王叔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天下安稳，我只是抱有遗憾。我遗憾我父皇当年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，战胜心魔，拯救兄弟。既然过去犹如覆水难收，如果我未来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当不留遗憾。你要杀了哭？我杀的不是父皇，而是我心中之魔。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了，你又当如何？不留遗憾！果然是心魔幻阵。可惜了，以惊龙破门，以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当你以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可心魔之后，却又困于情义之间。这样的人，如何应天？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。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，再无间隙。他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握多久。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珍贵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说了这么重的声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的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。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。从这里出来。